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前立委孫大千孫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我們今天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北京現在針對經濟來開戰了。對日本的關係跟對南韓是完全不一樣的，對日開始做斷供哦，對南韓則是示好。現在中韓之間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共同抗日，並且呢，韓國的總統也承認了這個有關於一中的一個原則。那台灣有事成為清算線了嗎？接下來我們要來看東北亞被迫選邊站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關注。先來看到今天3個火線話題，我們會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北京現在是開刀日本了，拉攏南韓。我們來看到對日做了哪些事情？他現在針對軍民兩用的物資會做全面的斷供，日本要為這個台灣有事論付出代價嗎？高市早苗能不能撐得住在這樣子軍民兩用物資全面斷供的情況之下呢？好，接下來第2點我們會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跟南韓這一回站在一起高喊共同抗日，並且攜手捍衛2戰勝利成果。李在明還刻意秀出了在他們的會面的這個場子上面，秀出了習近平先前贈送給他的小米手機，並且一起做自拍，甚至還喊出針對中國大陸，他喊說這個遼寧是千金難買啊，還喊出一個中國。東北亞的這個布局陣營是不是要重新的劃線了呢？這個是第2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我們也會來看到。這一回，中國大陸對日本跟對南韓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中國是在對外示警一個新規則嗎？誰順北京，誰才有活路？誰背着北京就沒有好事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來一起做關注。好，趕快來看到是這一場在經濟上面對於日本的制裁，能不能真的打到日本的最痛處呢？能不能實現所謂的致命的經濟斬首行動呢？因為大陸的商務部最新公布，即日起是立刻生效的，全面禁止對日本出口所有軍民兩用的物資。這些物資加起來其實是非常的多的那麼主要就是報復這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言論，要從源頭來切斷日本不管現在在無人機的發展或在高階晶片上面掌握的這些關鍵的制造能力。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孫委員了，大陸這一次針對於日本的這個軍民兩用物資的限制，可不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對手的精準殺戮呢？能夠踩到日本的痛處嗎？委員怎麼看？對，我想我在這個節目已經不止一次提過了哦，就從高市早苗失言風波開始，你就看到來自於北京政府一連串的外部跟內部的動作。那這些東西都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他並沒有打算讓這次的失言風波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所以日本原本打的算盤是說，借着一次又一次的模糊解釋，可以把這件事情混過去。但是很顯然的，北京政府並不買單。那既然不買單，他就不可能輕輕鬆鬆的就放過日本這一次了。那麼還不要講說他在這一次這個軍事演習的時候，日本已經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了，你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已經夠糟了，這個時候你還要來插一腳哦，你還要來囉嗦發言，那麼這些東西當然都會再的造成北京政府對這個日本方面的這個憤怒哦。所以我認為北京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就很聰明的主導了一個話題。我記得我在這個節目也說過，他主要強調的不是中日之間的仇恨。他一直不斷的鎖定在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這件事情，因為亞洲的國家大部分都被日本侵略過啊，所以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這件事不是只有中國大陸的事，它也是韓國的事，它也是東南亞國家的事。因為當日本不斷的強大起來的時候，誰知道日本不會重演當年24世紀大戰這樣的角色？你說現在不會，當年明治維新的時候，誰會想到日本會變成侵略國啊？可是它就是一個變成侵略國了。所以當高市早苗準備要把日本非核化，日本要開始做軍武擴張的時候，其實中國大陸抓住了這個痛調，是相當聰明的哦。所以為什麼中韓之間可以在這件事情上某種程度有共同的默契跟立場？因為韓國其實不亞於中國大陸哦，韓國民眾仇日的氛圍也是很強烈的。韓國當年不是沒有被日本殖民，沒有被日本欺辱，沒有被日本踐踏過的。
所以韓國民族對於日本的這個民族的恨也是深藏在心中的。所以當然這一次中韓之間可以在面對日本的這個議題上，很快的就達成一個共識跟默契了。那我認為李在明很聰明啊，李在明比高市聰明多了。你看李在明是兩邊都壓了，他一方面告訴美國老大哥說，我來幫你造船，你現在造船技術落後嘛，對不對？我來幫你造船，我投資幾千億下來恢復你美國造船業的榮光。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維持跟中國大陸良好的關係，所以某種程度來說，對中國大陸來講你光看到他怎麼對韓國，就了解說，這不是要求日本、韓國選邊站的問題韓國是兩邊都站了，可是中國大陸並沒有因此而對韓國這個遷怒。日本它不是兩邊站，它是站了一邊來打這一邊，那就是中國大陸無法接受跟無法容忍的所以中韓關係現在的確是快速的升溫各位，如果你現在去一趟上海我過去這一年大概每個月都在上海待1個禮拜到10天了，那個大街小巷都是韓國人我住的那個飯店以前沒有太多人的，現在天天爆滿，全部都是講韓文的韓國的客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中韓之間的民間的互動現在是多麼的熱烈跟密切。你更不要講說中國大陸關掉了日本的觀光之門之後，大開了韓國的觀光之門，所以對於中國大陸的民眾，他不能去日本，他都去韓國來。所以因此在這一次高市早苗的失言風波裡頭，其實韓國是最大的獲利者。那但是中國大陸這一次採取了更嚴厲的方法，就是斷掉了它一些相關的物資。你說會不會精準的打擊到？當然會啊！而且我要強調的是，不只是斷掉物資，包含在渤海的軍事演習，一波又一波。只要高市不收回這句話，我看接下來中國大陸的這個工具箱裡頭還有很多工具呢，那日本就只好等着接招吧。好，大陸這次祭出針對於日本的制裁，這個算是首波比較大型的一個制裁。接下來還有哪一些工具箱會持續的來做關注？那另外一邊剛剛講嘛，選擇站在中美之間這個兩邊都站的國家就是南韓了，非常的聰明。我們來看到南韓最近有什麼動作？因為現在呢，北京同樣正在迅速的拉攏南韓當中，我們來看到的是1月4號這一天，李在明總統，南韓總統正式的抵達北京了。那5號正式的跟習近平主席會晤。李在明非常的厲害我們看到畫面上，他呢其實除了跟主席握手之外呢，也拿出了他說呢，這是習近平上次訪韓時送給他的手機，並且呢跟他做自拍，跟習近平夫婦做自拍，還說呢拍到了人生的代表作，做球這個做好了非常密切的緊密的中韓關係。那麼習近平也在這一次的會晤當中特別去提到了中韓關係的重要性，他還說呼籲南韓站在歷史正確的那一邊，也重提了中韓過去曾經共同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來攜手捍衛2戰勝利成果。李在明也呼籲了有關於這個共同抗日的歷史，並且他說尊重一中的原則，還說呢糧林千金難買。那麼他也說，韓中關係會在今年全面的恢復的一個關鍵元年。那要注意到的，這是李在明在短短2個月之內，其實跟習近平來做見面。這一次李在明他也帶了非常多的企業家，一共是400多位，而且都是這些大企業，不管是我們知道的 LG 啊、現代汽車、SK 啊、三星等等都有。那針對於比較有爭議的一些議題，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是南韓的稀土問題。現在呢，南韓也說了，中國已經同意了，透過這種制度的許可，可以協助南韓企業取得這種關鍵的礦物。第二個比較具有爭議的議題，就是有關於南韓要造這個核動力潛艦。南韓也說了，已經跟中國大陸說明了，目前是沒有太多的爭議。針對於中韓之間現在站在一起共同抗日，苑老師又怎麼看？南韓這一次為什麼要極力討好中國呢？是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再起嗎？李在明這一次訪問北京是要告訴大家，尹錫悅的時代已經完全翻章了。那麼現在的話呢，在這個翻篇的過程當中，那麼李在明的話呢，他創造了幾項記錄。首先，第一個記錄的話呢，就是說原來這個韓國上任的新總統不訪問美國或日本，直接到中國去，這是第一次。那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然後第二個重要的指標的話呢，就是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韓國的聖地居然是在上海黃浦區的馬當路306號，叫做韓國流亡政府舊址。我去過那個地方，我去那個地方是看一個朋友，結果到那個地方的話呢，要改道，因為前面排了大排一大堆人，我以為美國領事館要辦簽證，後來搞了半天是韓國的觀光客要看他們的聖地。然後第三件事情的話呢，大家知道李在明這次要到哈爾濱去，把安重根的骨灰要帶回這個
日本在韓國去。那安重根什麼人呢？就是暗殺伊藤博文的人。那這殺的地方的話呢，就是在這個哈爾濱的這個車站。那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大家要知道，伊藤博文對中國人幹的壞事無限了居然是被一個韓國人，而且第一個韓國人的殺手就把他幹掉了啊！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很重要。所以說中韓共同抗日出現了非常多的象徵意義。但是是不是能夠重塑東北亞陣營呢？我覺得還蠻難的，真的蠻難的。因為美國的話，我剛剛講這幾件事情，美國的話呢，希望韓國是聽話，做乖兒子乖孫子。但是這一不聽話的話呢，美國現在已經有動作，就是美國裁減了在韓國、在朝鮮半島上的美軍，而且完全沒有告知韓國。那麼這個意思呢，也就是說這是一個警告那麼對於韓國來講的話呢，你能不能夠面對朝鮮的威脅？那麼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那麼為什麼這一次李在明要帶了這麼多的400人的一個經濟訪問團來訪問中國的話呢？最主要是原因只有一個答案，就是經濟這個笨蛋問题就是在經濟。那麼韓國本身跟中國的近的程度上來講，所有的科技，因為韓國無論是科技也好，甚至說是演藝事業也好或者什麼 K-pop 或者說韓國的。他們現在都面臨了很大的威脅因為大陸自己搞起來的慢慢出來了。我告訴大家一個數字，就會知道韓國人為什麼不是很喜歡中國人的同時，你又要派出所有的這種財團要往中國走。大家知道韓國最有名的泡菜，我們叫韓國都叫泡菜。韓國的泡菜沒有很少是韓國自己做的，韓國99%的泡菜是山東青島一個鎮所做的泡菜大家要了解那麼對韓國來講，如果他知道這個數字，如果他有看我們的節目的話，要翻譯成韓文的話，是可忍孰不可忍韓國連自己的泡菜都要靠中國，他的經濟怎麼能不靠中國？所以這個大家展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讓大家可以知道韓國在目前為止的依賴中國的程度，比依賴美國、比依賴日本要嚴重得多。所以李在明這種做法，目前為止沒有看到韓國有什麼大型的抗議。確實，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習近平主席也特別的跟借由因為韓國對他經濟上的依賴，也拉攏跟韓國之間的關係。那針對日本，則是做這種精準的經濟上面的打擊。怎麼看北京的策略，乾哥？你看這一次你說是 SK 海力士，然後還有那個三星、現代都去了，這些大企業都去，都要隨着那個李在明去。可是整個團有400人，我請問你一下，這麼大的團來的時候，你不用先跟中方知會嗎？中方一定知道你來了些什麼人他才會允許你進來。他不可能說，我今天就我都邀請你們，你們來多好都不管。我跟你講，這是一個經過特別縝密的計劃，也就是說，你們要來什麼人，要來什麼企業，要來談什麼問題，都已經早在出發之前都已經。這個雙方已經協商好了，要幹嘛？是做給周邊的國家看的。就是說，你看，我現在跟朝鮮半島上的南韓跟大韓民國為什麼這件事情的意義很重大？大家要曉得，這是10年以來中韓之間等級最高的會面。那你說10年什麼意思？大家還記得2016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嗎？好了，2016年就是發生的南韓的薩德飛彈部署事件，美國硬要在南韓部署那好像是咸鏡北道吧，然後問題出在哪裡，你知道嗎？問題出在美國要部署，那我南韓沒有辦法你就問美國不要問我他說沒有關係你說你沒有責任是不是？正好你這塊土地就是部署薩德防衛系統那個土地是樂天集團所有，好了，這下樂天集團你完蛋了。你在大陸所有的企業，因為樂天是連鎖企業嘛，它不但有零售業、銷售業，它還有什麼？它還有娛樂業，所以它所有旗下的藝人，然後經紀團體都不能來韓國表演，就有點像這一次日本的表演的個人或團體都一樣面臨這樣的問題。可是南韓靠這個吃飯你叫我通通不要來的話，我會完蛋樂天慘賠，結果後來全部撤出中國市場。所以10年前樂天的事件，就因為一個薩德飛彈，中韓關係冰凍了很長一段時間，到今天終於解凍了，而且這麼大規模，而且李在明還跟那個習近平夫婦2個人用習近平送給他的手機，這些都是意義。對，大家要看這個新聞的時候，大家都要看說李在明不是很簡單的這官事拜訪，然後大家合照給大家拍一下，不是他自己拿起來，你送給我的小米手機來，我們來合拍。所以這個意義非常重大，
這在都顯示出什麼？顯示出兩國解凍。那你說是因為日本的這件事情而就是說南韓得利嗎？也對，也沒有錯，本來就是這樣子。因為我們現在就要提升南韓在我們中國的國際貿易上面的地位。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一點，南韓表示向中方充分說明了南韓的核子動力潛艇。我可以告訴各位，到現在為止，日本只是沒把話說出來，日本想要建造核子動力潛艇，因為這件事情一直被美國壓着。對，為什麼？80年來，美國不准日本碰核子一步，除了和平用途。你現在如果說你要造核子動力潛艇，日本，我告訴你，日本早就會造了，但是它不能造，因為美國不准。南韓我竟然准了，為什麼？也是美國同意的，你知道嗎？所以這一次南韓對於核子動力潛艇，他們要開始生產核子攻擊潛艇的時候，他必須要先向那個美國，因為也是美國幫忙才有辦法造。第二個就是要跟中国報告，不然的話你就會破壞區域和平。所以這件事情沒有在他們這一次的會談之中放在題目裡面，代表什麼？中國已經默許這件事情意義非常重大。為什麼？我准許南韓，然後如果日本你敢造的話，我可以告訴各位，絕對比台灣有事這件事情還要嚴重100倍。為什麼？因為日本開始走向真正的軍國主義，開始造核子潛艇的話，那就會天下大亂。中國絕對不會同意。所以大家看李在明這一次去訪問北京，其實他的收穫很大，也是警告日本。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